Hey! I'm so far in the cockpit. Where's the crap fire?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17秒近乎絕望的呼救，是1967年阿波羅1號在發射前測試時遭遇滅頂之災的真實錄音。由於座艙電氣故障點燃了艙內的純氧環境，死神在瞬間降臨，從起火呼救到一切歸於死寂，整場悲劇僅僅持續了窒息般的17秒。這是人類航天史上最沉重也最具警示意義的災難之一。它的慘烈之處並不在於規模，而在於那種近在咫尺卻無能為力的絕望。3名頂尖的宇航員在地面，在這個本該是最安全的地方被活活燒死。這次慘劇直接導致阿波羅計劃陷入了長達20個月的停滯。然而，就在同一時期的鐵幕另一端，一場更加令人窒息，甚至帶有自殺色彩的航天悲劇正被推向無法挽回的終點。為什麼這張照片裡的宇航員被稱為人類航天史上最慘烈的代價？不要懷疑你的眼睛，你看到的這團扭曲、焦黑、失去人類基本形狀的碳化殘骸，就是蘇聯宇航員弗拉基米爾·科馬羅夫。這起事故之所以恐怖，不在於技術的偶然失誤，而在於它是一場全員清醒的自殺。1967年4月23日凌晨，蘇聯最機密的載人飛船即將從拜科努爾發射場升空。當科馬羅夫走向那枚顫抖的火箭時，他不是去探索星辰大海，而是去赴一場死刑。更令人脊背發涼的是，發射架下的工程師、控制中心的決策者，甚至是看台上的高級官員，幾乎都心知肚明，這艘名為聯盟1號的飛船根本回不來。這並不是一場突發的意外，而是一場從一開始就被默認了結局的任務。如果你站在他的立場，在明知前方是火海，沒有歸途的情況下，你還會選擇踏上這趟飛行嗎？我們要理解這場悲劇，必須先回到那個近乎癲狂的時代背景。從第一顆人造衛星到加加林升空，早期的輝煌讓蘇聯陷入了一種不能輸更不能停的群體性狂熱，領先反而成了沉重的詛咒。當航天競賽演變成政治豪賭，理性便開始讓位給速度，每一個鮮活的生命都被悄然壓縮成了可以計算的政治成本。在克里姆林宮的掛歷上，1967年是一個被紅筆重重圈出的年份，10月革命50周年。為了向世界展示力量，高層下達了死命令，必須在4月23日讓2艘飛船在太空完成載人飛船的首次對接，並讓宇航員在太空中進行風險極高的艙外轉移。這是一個在今天看來都極具挑戰性的任務，而在當時，這無異於在一張白紙上跳舞。聯盟號的設計團隊當時正處於一種近乎窒息的壓力中。按照正常的科學規律，這艘新型飛船至少還需要1年的地面模擬和無人測試。然而，政治目標鎖死了時間窗口。在發射前夕，工程團隊曾冒着職業生涯終結甚至入獄的風險，提交了一份厚達10頁的內部評估報告。在那疊沾滿冷汗的紙上，詳細標注了203個技術缺陷。這些缺陷不是什麼螺絲釘鬆動的瑣事，而是動搖根基的災難。姿態控制系統在模擬中失靈率極高，這意味着飛船一旦進入軌道，很可能會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在真空中瘋狂翻滾。電力供應不足導致艙內溫控系統無法正常工作，宇航員必須忍受不斷變化的溫度，每一次操作都在極限中進行。傘艙內壁極其粗糙，在巨大的氣壓差下，降落傘極大概率會被卡死。然而，這份報告被送往高層後，得到的回復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在當時的權力結構中，科學必須為政治讓路，誰敢提議推遲，誰就是對國家榮譽的背叛。在這種層層疊加的結構下，是否執行任務已經不再是技術判斷，而變成了一種幾乎無法拒絕的政治現實。在這樣一個絕望的背景下，一個極度殘酷的道德困境被擺在了科馬羅夫面前。科馬羅夫不僅是頂級宇航員，還是一個資深的工程師。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艘飛船就是一堆廢鐵，他完全有理由拒絕這次任務，甚至可以稱病退出，但他不能，因為在飛行員名單上排在他後面的替補宇航員是那個被稱為蘇聯之子、地球第一人的英雄尤里·加加林。這是蘇聯高層玩弄的一場高明的心理遊戲。他們知道科馬羅夫是一個責任感極強的人，如果科馬羅夫拒絕飛行，按照流程，國家名片加加林就必須頂上去。如果我不飛，他們就會送尤里去。這是科马羅夫在最後時刻留給朋友的絕望告白。加加林作為民族英雄，絕不能出事。
科馬羅夫選擇走進那個狹窄的艙門，本質上是用自己的命去換取戰友活下來的機會。發射當天，現場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加加林表現得極其反常，他衝向發射場，試圖以各種技術理由干擾程序，但最終他被死死攔在了外圍。科馬羅夫在上艙前最後一次回望了加加林，那個眼神裡包含了太多的信息，有對家人的不捨，有對制度的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犧牲者的決絕。凌晨3點35分，火光冲天，隨着巨大的轟鳴聲，聯盟1號帶着科馬羅夫，也帶着那203個未引爆的地雷，消失在了漆黑的夜空中。他此時還不知道，接下來的數小時裡，他將在外層空間的絕对黑暗中，經歷人類意志與冰冷機器之間最令人絕望的一場困獸之鬥。當聯盟1號衝破大氣層，進入那片寂靜的深空時，科馬羅夫面對的並不是征服宇宙的豪情，而是一場接踵而至的系統性崩溃。那份報告中提到的203個地雷，在進入軌道後的幾分鐘內就開始密集引爆。首先失靈的是左側的太陽能電池板，它像一只被折斷了翅膀的飛鳥，無論地面指令如何嘗試，始終無法展開。這直接導致飛船的電力供應縮減了整整一半，艙內的照明變得極其微弱。更致命的是，用於導航和姿態控制的敏感器因為電力波動開始頻繁報錯，飛船開始失控翻滾。在絕對的黑暗中，科馬羅夫能感覺到艙體在不規則的旋轉，他聽到的不再是機器精密運轉的嗡鳴，而是金屬外殼在溫差和應力作用下發出的刺耳扭曲聲。根據後来解密的航天日誌，當時科馬羅夫曾試圖啟動自動对準系統，但因為供電不足，系統在運行中途便徹底罷工。此時的聯盟1號已經變成了一具斷了電、正在失控墜向深淵的鋼鐵棺材。地面控制中心的氣氛瞬間從緊張跌落到了絕望。按照原定計劃，第二天還要發射聯盟2號，但此刻對接已經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可能拉着另外3名宇航員一起陪葬。最終，高層緊急取消了聯盟2號的發射。這個決定雖然保住了後者的命，卻也宣告了科馬羅夫被徹底孤立。他成了這片廣袤真空中唯一一個等待判決的囚徒。然而，科馬羅夫並沒有坐以待斃，在那段長達數小時的黑暗飛行中，他展現出了作為蘇聯頂級宇航員近乎神蹟的心理素質。在自動系統失靈的情況下，他向地面請求進行一項幾乎自殺式的操作，手動姿態調整。這意味着他要在飛船時速高達 2.7 萬公里的急速運動中，僅憑肉眼通過一個極窄的觀察窗，盯着地平線和點點星光，精確操作控制感。這就像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駕駛一輛剎車失靈的賽車，僅憑後視鏡裡的一點點反光，就要在懸崖邊上完成精準的漂移。在第17圈軌道飛行時，奇蹟竟然發生了。憑借着對飛行手冊的肌肉記憶和近乎偏執的冷靜，科馬羅夫在極其有限的時間窗口內，硬生生地抓住了那一瞬間的角度，讓飛船重新對準了再入軌道。那一刻，地面控制中心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他們以為這位偉大的飛行員已經憑借一己之力打敗了那份寫在紙上的死刑通知書，但這種短暫的寬慰很快就被更大的絕望所取代。在飛船即將撞向大氣層前，地面開啟了一個特殊的通讯頻道。根據西方情報機構，科馬羅夫在最後時刻與家人進行了最後的通話。他的妻子瓦倫蒂娜被带到了話筒前，她並不知道真相的全部，只是在那頭溫柔地叮囑丈夫注意安全。而這頭的科馬羅夫在劇烈的超重感和顛簸中，聲音低沉且沙啞。他沒有談論國家榮譽，也沒有豪言壯語，他只是像一個普通的鄰家男人一樣，交代着家裡的瑣事。瓦倫，帶好孩子，記得按時繳費，別讓他們太早知道。在那段充滿干擾雜音的電波裡，這種極度頻繁的囑托成了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心碎的死別。隨後，一位高層官員接過話筒，試圖在最後時刻進行英雄化的動員，承諾會給他最高的勳章。但此時的科馬羅夫已經透過觀察窗看到了艙外泛起的暗紅色火光，他知道那是飛船外殼正在融化。他終於撕掉了所有被迫戴上的面具，在通訊裡發出了憤怒且絕望的咆哮。信號在此時由於大氣層電離層的屏蔽開始劇烈閃爍，最終化為一片死寂的盲音。科馬羅夫此時忍受着高達8 G 以上的超重載荷，他的內臟在移位，雙眼幾乎要從眼眶中崩出。
但他依然死死地攥着那根已經毫無反應的手動控制杆。他完成了人類意志所能觸及的極限，甚至已經戰勝了宇宙的阻礙。然而他並不知道，在那203個缺陷中，最致命、最冷酷的一個死穴，正靜靜地等在那堆看似堅固的降落伞艙門之後。當聯盟1號劃破大氣層，像一顆血紅色的流星墜向奧倫堡大草原時，最後的地雷終於引爆了。由於艙內氣壓調節系統的設計失誤，加上返回艙在高溫摩擦下產生的輕微形變，主降落傘被死死地卡在了那個加工粗糙的伞艙內。科馬羅夫在極度超重導致的意識模糊中，拼盡最後一絲力氣按下了備用傘的按鈕。然而，命運在此時降下了最殘酷的判決。由於飛船正在失控旋轉，彈出的備用傘瞬間被主傘的引繩死死纏繞。那一刻，人類最頂尖的工程造物在重力面前變成了一塊重達2噸、毫無阻力的廢鐵。1967年4月24日清晨，草原上的牧民目睹了恐怖的一幕。一個帶着火光的物體以極高的速度垂直砸進了凍土層，撞擊瞬間引發了劇烈的爆炸。由于聯盟1號攜帶了大量的過氧化氫燃料，現場燃起的火焰高達上千攝氏度。當救援人員在幾十分鐘後趕到現場時，他們面對的不是英雄的凱旋，而是一個正在融化的鋼鐵深坑。火勢熄滅後，搜救隊員用鐵鍬撥開焦黑的殘骸，在駕駛座的位置，他們找到了那塊被後世無數次提起的大約只有30厘米長、完全碳化的黑色遺骸，那就是科馬羅夫。他曾是深愛妻子的丈夫，是2個孩子的父親，更是蘇聯最頂尖的宇航工程師。但在那一刻，為了那場50周年的政治獻禮，他被濃縮成了一塊無法辨認的物質，靜靜地躺在自己親手修正姿態的飛船殘骸裡。科馬羅夫犧牲後，蘇聯官方為其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國葬，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紅牆下。在公開的敘事中，他被塑造成為了科學探索而慷慨赴死的偉大英雄。但那份寫滿了203個缺陷、沾滿了工程師冷汗的評估報告，卻被鎖進了絕密檔案館，整整塵封了數十年。然而，真相從來不會被永遠掩蓋。這起事故對一個人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在科馬羅夫的葬禮上，加加林面色鐵青。他知道，那具棺材裡躺着的本來應該是自己。根據加加林後來的密友回憶，他曾多次試圖衝進高層的辦公室理論，要求徹底徹查聯盟號的質量問題。加加林在此後的生命裡一直活在巨大的愧疚與憤怒中，他無法接受這種用戰友的命換取自己平安的系統性冷酷。諷刺的是，為了保護這位國家象徵，蘇聯高層此後再也沒有允許加加林進入太空。直到1968年，加加林在一次常規飛行訓練中意外墜機，把對戰友的懷念和對那個時代的困惑永遠地留在了藍天。回顧整個聯盟1號事件，它不僅僅是一次技術失敗，從原版素材留給我們的信息看，這更像是一場關於敬畏的悲劇。當政治獻禮的優先級高於科學規律，當完成任務的口號掩蓋了對每一個具體生命的尊重，悲劇的發生就只是概率論上的必然。幸運的是，科馬羅夫的血沒有白流。正是因為這次慘痛到極點的代價，蘇聯航天部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質量大清洗。聯盟號系列飛船在隨後的幾年裡進行了近乎偏執的安全整改，降落傘系統、能源邏輯、熱控冗餘被全部重構。最終，聯盟號在科馬羅夫的鮮血之上，進化成了人類歷史上服役時間最長、可靠性最高的航天器。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往返國際空間站最穩妥的太空班車。科馬羅夫用他的生命告訴我們，星辰大海確實值得追求，但在通往宇宙的階梯上，每一顆螺絲釘的尊嚴都重於虛偽的讚歌。我們要敬畏科學，更要敬畏那個在黑暗中、在絕望裡依然試圖握住控制桿的每一個普通人。故事從未停止，探索才剛刚開始。面對未知的世界，堅持真相才是對先驅最好的祭奠。感謝收看本期節目，這裡是小哥睡前科普，下期見。